大连再下水2艘052DL。我国有了055万吨大驱，为什么还要大批量的建造052D？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关于中国开始新建第2批次的055万吨大驱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的052DL的建造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据美国海军新闻网报道，2艘052DL 驱逐舰在大连造船厂下水。这2艘新舰是中国海军的第27艘和第28艘052D 型驱逐舰。中国把052DL 当成主力驱逐舰，但是该舰的排水量只有7000多吨，垂发单元也只有64个。如果我们把055当成巡洋舰的话，052D 的排水量似乎作为主力驱逐舰就有点偏小了，最好能够有9000吨级的一型驱逐舰。从中国目前所拥有的技术能力看，完全有能力再开发一种9000吨级的新舰，而且呢，这种级别的驱逐舰明显要比052DL 更适合承担远洋作战任务。而现实的情况是，052DL 很可能会建造50艘以上，甚至会达到60艘。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仍然会大量的建造052DL？首先，这款驱逐舰是中国海军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扩大神盾舰规模的合理选择。我们都喜欢055万吨大驱，毕竟这是中国第一款在整体设计层面全球领先的驱逐舰。但是055大驱这样的军舰，中国不可能造几十艘，或者说在短时间内造几十艘是军费承担不起的。所以中国如果要扩大配备中华神盾系统的驱逐舰数量，增加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作战体系力量，那么建造成本低得多的052DL 就非常重要了。052DL 上配备有米波反隐身雷达，还是中国反击美军隐身轰炸机威胁的关键一环，需要庞大的数量才能打造出完善的预警网，加大中国军队的对隐身目标的战略防御纵深。其次，现代海战的发展特点是火力集中、平台分散。052DL 刚好满足海军装备的发展趋势。美军一艘伯克级驱逐舰有96个垂发单元，看起来比052DL 的64个发射单元要多，但是基于052DL 上配备的850毫米的垂发单元，可以配备大型导弹，特别是高超音速导弹，具备更为强大的打击能力。另外，直径更大的垂发单元可以实现一弹4坑，因此总的装弹量并不算少。从中不难看出，垂发单元的数量不是一艘驱逐舰是否强大的唯一指标，垂发系统所能配备的导弹弹种是否先进才是关键。052DL 比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要便宜得多，导弹特别是反舰导弹更强大，更能适应未来海战的需要。最后，052D 虽然排水量不是很大，动力系统也不是太先进，但是足以满足中国海军近期发展远洋作战能力的需要。美国海军过去只装备9000吨级以上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主要是因为美军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执行任务。现在美军甚至不得不重新制造6000吨左右的精座级护卫舰，就充分证明军舰吨位也不是越大越好。中国海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使命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中国周边海洋的权益。052D 与周边国家海军的主要舰艇相比，已经具备足够的优势。这款军舰的柴电交替推进模式虽然看上去不够先进，但是从美军的经验分析，驱逐舰有99%的时间只需要18节以下的非战斗航速，使用柴油机反而是最合适的，因为它更经济。在中美海军竞争的大背景下，052D 全寿命使用成本更低，这就是最大的优势。当然，如果中国全电推进技术成熟之后，052D 在远洋自持能力和反潜作战能力上还会获得重大进步，其改进的潜力也非常大。总体而言，中国大量建造052D
既有经费限制的原因，也有现实需要，是当前最合理的选择之一。055万吨大驱让美国人焦虑，但是052D 的数量同样在逼迫美军，两者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不可小觑。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